真是完蛋呀！全部都倒闭了，几乎一家不剩，全军覆没。看着我的镜头，现在呢，就前面呢还有几户卖凉皮的还坚守着，生意呢非常惨淡。原来这个美食街呀，一铺难求，现在没想到落得如此的凄惨。什么情况？这可是上海的市中心啊，黄浦区，这一排全部倒闭。之前这里人山人海，自从这些店关了之后，很少有人再走到这里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给大家看一下，10年前花700万买的写字楼，已经空了4个月了。10年前租金能租到4万多，现在挂2万出去，这已经空了4个月了。680平方，现在经济到底怎么了？2026年在上海找工作难不难？先给结论，很难。不只是求职很难，企业生存同样很难。我们公司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裁员，高层架构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，我也未能幸免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？上海现在在慢慢变穷啊！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上海现在在实体店吃饭的人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？每年呢都会有人说，我好爱上海呀。结果呢，沪漂没有几个月就回老家了。他跟我说啊，他在上海找一个月薪8000的工作都觉得很难。劝你们不要来上海跑外卖，特别是新手像我这种，天哪，用了30分钟，超时30分钟，怎么搞？太难了。南京西路的商业都能断档，就别谈你其他地方了啊。这边有个位置在招租，这边有个位置在招租，原来的波司登也不在了。有些铺子一旦空了就很难再租掉了，尤其是像这么大面积的。这铺子1年了还没租掉，整整2万方，租金只能一降再降，但还是找不到合适的租客。上海作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与航运中心，受到地缘政治和外资撤离转移的影响最为直接。很多跨国企业调整策略，导致高薪职缺变少，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和失业率显著上升。不少人甚至选择躺平或离开上海。过去繁华的陆家嘴、南京路等顶级商办和商圈，这2年面临了不小的考验。高端写字楼的租金出现了明显下滑，部分1线商圈的店面甚至传出倒闭或转让，当地民众花钱也变得越来越谨慎。大家好，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产品，来自快字的明目冷敷眼贴。大家知道啊，我们现在很多人每天眼睛都在超负荷的工作。假设说在正常情况下，肝肾每天可以为眼睛提供10个单位的营养，但是这些现代生活方式呢，已经大幅增加了眼睛的消耗，导致眼睛现在每天需要15至20个单位的营养。当供应少于需求时，就会出现这些问题。眼睛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替代的，所以护眼这件事情不能等出了问题再说。这款日本生产的眼贴适合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使用，是一种日常护理的极佳选择，对眼睛干涩、眼前黑影、眼压高都有很好的作用。在中国呢，为观众朋友们争取到了优惠价，只要输入我们的专属优惠码 KZG 就可以享受优惠价。购买链接呢，我们会放在影片描述和留言区置顶，快来选购吧。这又一家镇店机倒闭了，这可是上海的老字号啊，现在竟然也干不下去了。在上海待了近10年，第一次见一条街的铺子都倒闭了。有人你别笑。上海关停80多所学校，幼儿园是重灾区。朋友们听说了吗？今年上海又有80多所学校关掉了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其实去年就已经关了60多所，没想到今年上半年关停的更多。在上海，月薪能够拿到1万以上的人群，你绝对想不到，连25%都不到。月薪6000左右的反而是最高的，达到32%，而月薪8000的人呢，只占了15%，是不是不可思议？这个就是现在上海打工人最真实的收入情况。今年的钱是太难挣了。我弟之前是做空调的，前2年的确是赚了些钱。今年呢，货卖不出去了，没有人买空调了，商场里没有人了。他现在手里有400万的货款，就是这个货卖不出去了，但是厂家呢还不断的给他们施加压力，让他们继续回款，继续来去拿货。
他就很苦恼很郁闷，你说我这货在手里我卖不出去，我哪来的钱还在去拿货呢？所以现在的生意真的是很难做，现在的钱真的是太难挣了。我有5个朋友失业了，被离婚。一开始我以为是巧合，后来才发现巧合的是他们都失业了。男人失业之后，可能最看不起你的是你老婆。我有个40岁的朋友，他是设备厂所管理的，后来是被裁了，然后为了不让他老婆知道，他假装每天上下班，其实是去找工作，整整3个月没有找到。后来跟他老婆坦白了，他老婆表面上是安慰他，实际不到2个月就提离婚了。倒闭与失业正是目前上海最血腥也是最让人焦虑的核心痛点。有博主实地拍摄上海老城区，如普陀区、同浦路一带，即便是高密度住宅区的底层临街旺铺，空置率竟然也高达80%，满街都是旺铺转让的红字。上海过去的繁华高度依赖外资企业、网际网络巨头、金融机构以及高档消费连锁，现在这些领域正面临洗牌。陆家嘴、静安寺等过去一房难求的黄金地段，现在许多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达到今年高点，逼得房东不得不大幅降租，甚至送装修来留住租客。这背后代表着大量中小企业倒闭，或是大型跨国企业正在缩减上海办公室的规模。昨天呢，我去了上海的新庄板块，地铁下来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眼睛所看到的，就人太少了。我大概有至少10年没有到新庄那边走过了，但是因为在那附近呢，我有一套10多年前投资的小 loft， 收租稳定。那虽然说这几年租金降了，但是其实我早就回本了。然后在我的印象中，其实新庄也算是一个好地方，外来人口众多，是上海的城市副中心，也算是外环的第一重镇。但是昨天我在春生路、都市路、银都路走了几圈，我就发现外来人口稀少，特别的老龄化。在中国最不适合创业的地方就是上海，上海就是个打工之城，精致白领扎堆，个个端着咖啡聊 KPI， 没人聊项目，你去那里创业，房租就先吃掉你一半的预算，招了人下班就走，周末绝对不会回你信息。我走个圈，我说实话告诉你，要搞钱要去深圳，要生活就要去杭州，你要小本试错就要去义乌，要搞外卖就要去广州。这4个地方就是给普通人留活路的地方。那个生意没得办法做了哟，领导打了10天的白板，再没得人来吃火锅儿，那个星期完了就要关门了哟。我家对面的便利店好几天都没有开门了，然后就是我家顾客嘛来我家买东西，他说老板对门这几天没有开门，你家生意肯定特别好吧？我只能苦笑呀，和平时一模一样，真的。我干了10年的便利店，我今天算是彻底的悟了，便利店这行业呢，真的是讲究一个缘分的，就是爱来你家买东西呢，你不管有没有竞争对手，他也会天天来。如果说不爱来的，就算整条街只有你一家，他也是不会进来的。上海人啊，80后现在快都奔50岁了，有的多少年就帮我一样痛苦啊，就是只能向生活低头，只能送外卖了。现在早上向4点46分啊，凌晨啊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因为创业失败嘛，现在是零收入，然后前期每个月至少要我拿1万块钱。就是被套牢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，左右为难了，卖亏掉首付，甚至亏掉首付还不够。我多次给他举的那个例子就是环京地区，它是非常明显的。他当初200多万买的房子，现在只值80万，也就是说他当初200多万买的这个房子，去掉首付以后还欠了银行140万。大量的地方现在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，并且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。过去外企和券商投行是上海高薪的象征，如今外企陆续转移，或是迁往新加坡或东南亚。本土金融业则面临严格的限薪令与年终奖金缩水的窘境，各大小企业裁员频传，导致大量高学历、高资历的白领瞬间流入失业市场。而这种供过于求的就业环境下，35岁以上的求职者在上海变得极其被动，一旦被裁员，很难在同等工资水准下找到工作。许多人被迫转行开网约车、送外卖，或者成为全职儿女。上海拥有复旦、交大等顶尖大学，但现在即便是名校毕业生，起薪也大不如前，甚至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。考公职、考研等上岸竞争内卷到了极致。
每天白梦，每天的等候，我两眼都汪空，等不到你心好痛。在上海，由于失业的白领创业者太多，导致网约车滴滴司机严重饱和。上海官方甚至曾发出警告，表示网约车市场运力已饱和，司机每天开车10几个小时，扣除租车费与电费后，赚取的收入甚至难以在上海维持基本生活。许多顶尖名校如复旦、交大的毕业生，因为找不到符合预期的工作，又不愿屈就低薪的体力劳动，索性待在家里当全职儿女，靠父母的退休金过活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